慌什么？说清楚。官兵围了整座侯府，前院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了。小少爷的院子在哪边？素婉姐，去不得啊！夫人待我有恩，我不能看着小少爷出事。素婉，夫人，带他走。这是小少爷，他叫谢恒，永远别回京城，永远别告诉他他是谁。活下去。夫人，那您，夫人不能死，谢恒，你不能死。都搜仔细了，侯府的余孽一个都不能放过。这破地方能藏什么人？晦气，什么都没搜到。走，去前院捞点值钱的。没事了，婉儿，没事了。3天了，他们终于走了。别怕，只要你活着，忠永侯府的血脉就断不了。这是我答应夫人的。不能去城门，画的全是你们谢家的人。这样就认不出了，这是我答应夫人的。欢儿乖，吃了才能活下去。委屈你了，等出了山就好了。不能停，一停，追兵就来了。老伯，送我们过河。逃难那儿。后面有人追。哎，上船吧。姑娘，去哪儿啊？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如今天下乱得很，哪有什么安生地方？他发烧了。老伯，这附近有镇子吗？有，过了河再走30里就是云溪镇。镇上有大夫吗？有倒是有，就是镇上最近不太平，盘查的严，好像在抓什么要犯。我知道他们在抓谁。不能走正门。不行，得马上找大夫。这么早看病啊？孩子发烧了，求大夫救救他。进来吧。烧得这么厉害，怎么拖到现在才送来？去抓药吧，先在这住下，等孩子烧退了再说。多谢大夫，多谢。挨家挨户的搜，绝不能放过一个。躲进去，后院有口枯井。多谢大夫。别怕，阿娘在。官爷，小老儿这里就是个药铺，哪有什么逃犯？少废话！有人看见一个抱孩子的女人进了镇子，给我搜！头儿，这里有口井，打开看看。若真被发现，我就把这条命赌在这里，绝不能让焕儿落到他们手里。妈的，什么都看不见，真他娘的黑！扔个火把下去！官爷，使不得！这井废了多少年了，里面煤气重，见了火要炸的。算你个老东西识相，走去下一家。没事了，焕儿，我们没事了。出来吧，他们走了。谢谢您，救命之恩没齿难忘。快起来，孩子怎么样了？还有气，更弱了。我先施针。暂时稳住了，但你们不能再待在这儿了。我知道，今晚就走。往南走，南边山多，
官府人手少，好躲。这里是干粮，还有些伤药。这袋碎银子你也拿着，省着点用。大夫，不用谢，一条小性命，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没了。不行，谢恒，你不能死，不能倒，我倒了，欢儿怎么办？水，有溪水。不能放弃，绝对不能！紫花地丁，阿娘说过，这个能退烧。喝下去，恒儿，喝下去就好了。恒儿，小少爷，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求求你，别怕，阿娘抱着你，不冷。恒儿，你爹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他守着边关，打了好多胜仗。你娘是京城最好看的人，她弹的琴，天上的仙女都爱听。你爷爷是皇帝都敬重的侯爷，可现在什么都没了，你只是个刚出生的孩子啊！跟我来，再不走，孩子就没命了。多谢。放上去。烧得很重，肺里有邪火。你给他吃了什么？紫花地丁只认得这一种。哼，乱来！这药姓韩，他这么小的身子哪受得住？是我害了他。自己弄来吃了。我不想吃，我想守着他。吃。活下来了，我们都活下来了。要是能一直这样就好了。不行，危险还没过去。回来了，今天收获不错。后山打的，嫩，给小的吃。说了多少次，不用每次都挑最嫩的留。你自己在山里跑一天，也该补补。醒了，哭，找你。醒啦，是不是饿了？阿娘这就回去给你弄吃的。刚浇完水，菜都活了，再过半个月就能摘第一茬了。你要是不嫌弃，晚上就在这儿吃。你看，他喜欢你呢，每次你回来，他都要你抱。
山里的日子就像这菜地一样，慢得很，也静得很。风平浪静底下，藏着谁也不说破的安分。我以前也有个家，有个贤惠媳妇儿，还有个和恒儿差不多大的儿子。那年官府强征税，冬天又闹灾，我媳妇儿和孩子都没熬过那个冬天。我一怒之下杀了收税的官差，就躲进这山里，一躲就是这么多年。我们都是被这世道逼得没路走的人。手腕用力，不是胳膊，准心要稳，一刀毙命，别给猎物反扑的机会。再来。脚印深，说明负重；步子乱，说明他受了惊。记住，机关要藏，手要稳。丫头，记住，这世上最靠得住的，只有你手里的刀，他不会骗你，也不会背叛你。我记住了。他们还没放弃，我听说有一队人已经进了这片山。追兵。这里不能待了，我送你们走。去哪里？往南走，一直往南，那就是南疆。那里部落多，官府管不到。到了那儿，找个小寨子，隐姓埋名，把孩子养大。陈伯，那你呢？我这把老骨头，就在这儿给你们断后。不行，我不能再连累您了。你还认我这个陈伯就听我孩子活下去，把他养大成人，告诉他要堂堂正正活着。陈伯大恩大德，苏婉永世不忘，若有来生，定当牛做马报答您。快走吧，趁天黑从后山小路走，别回头。不能回头，再舍不得也得走。不能回头，一回头就会看见木屋起火。陈伯用自己给我们换一条生路。陈伯，不能辜负他，不能让他的血白流。那老东西真他娘硬骨头，一个字都不肯说。猴说了，就算把10万大山过来，也要把那余孽找出来。一个娘们儿，一个奶娃娃，跑不远的。猴，这边好像有个洞。什么破山洞？赶紧走！天黑前必须到前面山坳扎营。你要活下去，为了你，我变成什么样都可以。离南疆越来越近了，最大的危险不是追兵，不是猛兽，是这片山林本身。是瘴气毒，陈伯说过，这毒无药可解，只能硬扛。可他还这么小，怎么扛得过去？我不信命，也不信什么无药可解，一定有办法。找赤焰草。赤焰草，找到了。难道天要亡我？不，我不服。
下来，我们又一次从鬼门关爬回来了。得救了！站住！你是谁？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苗婆婆来了。汉人，孩子中了瘴毒。是，我给他吃了赤焰草，毒解了，可身子亏得厉害。你自己去采的？是。10万大山的赤焰草长在悬崖上，你怎么采到的？跟我来吧。喂他喝下去，孩子亏空太厉害，得好好调养。从今天起，你们先住这儿。不疼，谢谢婆婆。别谢我，但我们寨子不留无用之人。孩子好了以后，你得证明你有留在这儿的价值。我什么都肯做，我会采药，会打猎，所有粗活我都能干，只要能让我和孩子活下去。去吧，先去休息，你的伤也该处理了。这双手不再是只会烧火的奴婢手了，能采药，能攀岩，能给我的孩子搏一条烘路，这就够了。这个止血，这解蛇毒，这个吃了会致幻。这些都是我和汉儿在这里安身立命的本钱。你这丫头比我们南疆的男人还能拼。为了孩子，没什么不能拼的。我用这双手给他换来了这份平静，值了。阿丽，走啦。解药有，可长在毒蜂巢旁边，谁去都可能被蛰。我去。我在这里扎下根了，虽然根还浅，随时可能被风雨拔起，可它已经开始从这片陌生的土地里汲取生机了。永远别回京城，永远别告诉他是谁。我答应过你，我要让韩儿做个普通人，平安活一辈子。可我也知道，他注定不是普通人。山外可变天喽！老皇帝驾崩，新帝登基了。听说那位柳大人如今成了权倾朝野的柳丞相，当年忠永侯府那案子到现在还没完呢。躲不了一时，这片深山，这个寨子是避风港，却护不了我们一辈子。环儿总有一天会长大，会问他爹是谁，会想去看山外的世界。到时候我该怎么办？恒儿，不管未来怎么样，阿娘都会用这条命护着你，哪怕与全世界为敌。谢恒8岁了，寨子里都说他是头小狼崽子。去林子深处看看，敢不敢？不是凶，是骨子里那股劲儿，又狠又野又聪明。他天生就像个头狼。阿婉，你这儿子不是池中之物，这小小的寨子怕是圈不住他。是啊，他是翱翔9天的鹰，是驰骋疆场的狼，我怎么能奢望把他当远圈在身边？怕他一走出踏山就被外面的猎人剥皮抽筋。那年雨水特别多，山洪爆发，冲毁了寨子通往外界唯一的桥，也冲毁了大半田地。寨子里粮食开始短缺，男人们不得不冒更大风险去更远的山里打猎，收获却越来越少，弥漫着不安的气氛。山外来了一队官兵。婆婆放心，我们不是来搜人的。朝廷派我等来勘测南疆地形，绘制地图，
想请贵寨派个熟悉山路的向导，不信任。只要带我们走一趟10万大山，朝廷愿付丰厚酬劳，还可调拨粮食，支援寨子。粮食2个字，让所有人都动了心。可10万大山深处危机四伏，瘴气、毒虫、猛兽，稍有不慎就会把命丢在里面。我给你们带路，别逞强。我不是逞强。这10万大山的山道，我比你们都熟。哪里有平路，哪里有水源，哪里有岔口容易走错，我都知道。有意思。好，我答应你。不过你这么小，万一把我们带丢了怎么办？我不会。如果我带错了路，我的命就是你的。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好，一言为定。苏婉完全阻止不了，因为这是谢和自己的决定，也是整个寨子的希望。昭儿，记住，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完全相信任何人。这把刀贴身放好，用来保护自己。阿娘，你放心，我会活着回来的。我不知道我让他学那些生存本事，毕竟是对是错。我把他养成了一头真正的狼崽，却忘了狼永远不会甘心被圈养，他迟早要回到属于他的广阔又危险的丛林里去。婉丫头，回去吧。昭儿打小就在山里钻，机灵得很，出不了岔子。我知道他聪明，可他这次碰的不是猛兽，不是瘴气，是人心。这东西比10万大山里所有的凶险加起来都更毒更险。弟兄们瞧见没？咱们堂堂官军居然跟这个黄毛小儿探路。就是毛都没长齐，能认得几条山路？等会儿迷了路有怕的。刚那谷里的瘴气，沾着就得烂皮，他怎么连犹豫都不带犹豫的？就是啊，都闭嘴，跟上。是瘴气，都快捂住口鼻！都别乱，拿湿布掩好口鼻，往高处上方注射。不想死的就别乱动。嚼碎了，含在舌头下面。这是什么？青雾草，解瘴毒的。你怎么知道应对的法子？我娘告诉我的。都听她的，照做。从这里走。为什么走这条？这条路比下边的古道难走多了呀。瘴气比空气重，只会往低处沉。走高处风大，瘴气留不住才安全。就算是军中最顶尖的斥候，论野外生存的本事，也不过如此了。这个叫昭儿的孩子，到底是什么来头？他们母子2人，为什么会出现在与世隔绝的南疆深山里？这次进山勘探地形的任务，恐怕没那么简单。我好像撞见了一个被10万大山藏了许多年的秘密。这路也太险了，连老猎户都不肯往这深山腹地钻，咱们往里头闯，能有好？可不是，青苔滑得站不住脚，这才多大会儿，都摔了好几个弟兄了。踩着凸起的岩块走，别踩后青苔。软靴底能辨清脚下土石虚实，步步都踩在最稳妥的地方。此人山林里的本事，比我先前估量的还要高出一截。别喝，这水里有东西。一个奶娃娃懂什么？我看这水清得很，能有什么毛病？这是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是水毒，可这毒相古怪的很，我从来没见过，实在是
束手无策。是断魂草的毒。断魂草的根长在瀑布上游的水潭里，毒素溶在水中，无色无味，入体便顺着血脉走，见血封喉。有救吗？死不了，就是得拉几天肚子。一个8岁的孩童，不仅能变瘴气，竟还识得连军中狼儒都未曾听闻的剧毒，实在太过反常。这早已超出了山里孩子早当家的范畴，这是实打实的学识传承。嘘，脚印很杂，至少7、8个人。从灰烬温度看，他们离开不超过1个时辰。不是猎人，也不是寨民，脚印深浅不一，很慌乱。他们在逃命。逃命？被什么追？山凶。能追上吗？天快黑了，夜晚的山林是他的天下。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追，是躲。跟我来，我知道一个安全的地方。今晚就在这里过夜，任何人都不许出山洞。照他说的办。好险，幸好听了谢小公子的话，不然今夜咱们早成了山居的腹中之食。受伤了没有？有没有哪里不舒服？阿娘，我没事，我很好。这对母子藏着太多故事。夫人，令郎非常出色，此番为我们帮了大忙。这是说好的酬劳，这个是送给你的。好猎手需要好的火种，记住，你是翱翔9天的鹰，不该被这片山林困住一辈子。那个叫陆征的，眼神太锐利了，他一定看出了什么，危险或许已经离我们不远了。那只山鸡扑腾的可快了，我差点让它从树根底下钻跑。还有一种小花，闻着香，根却不能乱碰。苏婉，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护着我们这个小小的家。阿娘，我们有钱了，以后就不用愁没盐巴换了。我的昭儿真的长大了，已经懂得为这个家分担了。阿娘，你看，这个好看吗？那个陆征为什么要送昭儿这么贵重的东西？他到底想做什么？昭儿，以后不要再和官府的人打交道了，他们很危险。我知道。阿娘，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提到了一个词，他说京城里有很多那样的府邸。阿娘，什么是侯府？他该怎么回答？该怎么告诉他，这轻描淡写的2个字是所有噩梦的开庄，是他从出生起就背负在身上的血海深仇。8年隐姓埋名，我在这南疆僻寨里拼尽全力护住的安稳岁月，竟被他一句无心的问话瞬间击得粉碎。我再也瞒不下去了。阿娘，你怎么了？你的脸好白。阿娘没事，只是今天太累了。你在骗我。每次你有心事的时候，都会绞自己的衣角，
你现在就在搅。昭儿，我们去外面走走，好吗？好。昭儿，接下来阿娘要说的话可能会让你很难过，但你必须一字一句听清楚，因为这关系到你的过去。昭儿，我不是你的亲生阿娘。昭儿，我不是你的亲生阿娘。对不起，欢儿，对不起。那我的亲生阿娘是谁？我的阿爹又是谁？你的母亲是这世上最温柔、最美丽的女人，她弹的琴，连天上的鸟儿都会停下来听。你的父亲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他守卫着国家的边疆，打败了无数敌人。他是所有人心中的战神。他们住在京城里，住在很大很漂亮的房子里，那个房子就叫侯府。那他们现在在哪里？恒儿，你还记得阿娘给你讲过的狼的故事吗？记得，狼王和狼后被猎狗陷害，为了保护唯一的狼崽，他们牺牲了自己。你的父亲就是那头狼王，你的母亲就是那头狼后，而你就是他们用命护下来的那头小狼崽。那些猎狗是谁？那个在南疆寨子里无忧无虑长大的昭儿，已经死在了今夜的竹林里。活下来的是心里是藏着血汗仇的侯府嫡孙谢欢。竹林里那夜以后，恒儿是真的变了。没人猜得透他在想什么，可我知道，那副小小的身躯里正经历一场天翻地覆的蜕变。这份蜕变已经落到了实处。昭儿这孩子像是一夜之间就长大了，那眼神沉得厉害，像藏着大人都看不透的东西。阿婉，这头小狼崽闻到血腥味儿了，他要开始磨他的牙，亮他的爪了。阿娘，我想读书。读书？我想识字。以前让爹娘蒙受冤屈的人，都是懂文墨、明规矩的。我不认字，不懂事理，就护不住这个家，也查不清当年的实情。是啊，侯府的敌人是朝堂之上就能定人生死的人，他们斗的不是刀枪，是朝谋，是人心，是翻云覆雨的手腕。光有一身武力远远不够。可我算什么呢？从前不过是侯府里一个烧火丫头，又连字拿什么教她去跟那些豺狼虎豹斗？阿娘，你教我写我的名字吧。你告诉我是哪几个字？他哪里是只想学写2个字，他是要认回自己的姓氏，认回骨血里刻着的谢家的根。谢，恒，谢是回首，是顾盼，恒是佩玉的恒，是君子如玉。你父亲当年给你取这个名字，是盼着你一生如玉，光明磊落，行得正，站得直。
不能再等了，顺着印子追进山。不行，我不准你去！我能帮忙？帮什么忙？你才8岁，那是吃人的饿狼，不是山里的野兔山鸡。你去了就是拿命搏，我绝不同意。我必须去。这山里的狼是我炼胆的第一关，也是我魔爪的第一块石。阿娘，我必须去。我是山里长大的孩子，不惧山里的艰险，而且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能撑起这个寨子。只有我变得足够强，能护好身边所有的人，我才有底气去为爹娘讨回公道，了结当年的旧事。他不再是需要我护在怀里的婴孩了，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意志和要走的路。阿娘，别哭，你看我现在是不是也算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我的魂儿终究还是长成了一头真正的狼。日子过得真快，春去秋来的，一晃又是4年。你瞧瞧，个子都快追上我了。山里跑得多，自然长得快。何止是长个子，寨里最有经验的老猎人前日还跟我念叨，说后生可畏，这10万大山最深处，也就你敢诸身一人闯。猎物能换书，经史子集、兵法谋略，能弄到的都该看。我知道你心里憋着劲，白天在山林里摸筋骨练身手，夜里在油灯下熬心智想谋略，这4年就没睡过几个安分觉。只有变强，才能护得住想护的人。这些年话越来少，可谁都清楚，对方是自己在这世上唯一的依靠。我总想着这样的日子能一直过下去就好，可我也知道，终有一日，你要离开这片山林，去走你该走的路。可我竟忘了，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只想安安稳稳躲在这里，麻烦却总会自己找上门来。阿婉姐，不好了！寨子外面来了一队官兵。官兵，时隔4年，他们又来了，是巧合还是冲着我们来的？恒儿呢？恒儿他天没亮就进深山打猎了，到现在还没回来。不在就好。苗婆婆呢？阿婆听见寨门口的动静，已经先过去了。他就是冲着我们来的。陆大人，4年不见，今日大驾光临，不知又有什么贵干？阿婆，别来无恙。今日前来，不是为了绘制地图。我奉朝廷军令，清剿盘踞在10万大山一带的山匪。山匪？我们在这山里住了4年，从未听过什么山匪，这不过是个借口，是他名正言顺带兵进山的由头。我们寨子与世无争，向来和山匪井水不犯河水，大人怕是找错地方了。那是自然，我信得过阿婆，也信得过这个寨子。我今日来，只是想向寨子借一样东西。什么东西？他果然是冲着我来的。那是自然，我信得过阿婆，也信得过这个寨子。我今日来，只是想向寨子借一样东西。什么东西？他果然是冲着我来的。我想借的是个人。我们寨子里都是安分守己的良民，大人要找人，怕是找错了地方。来者不善，他今日是存心找茬。不，
这个人一定能帮得上我。4年前，他能带领我们穿过整座10万塔山；4年后的今天，他也一定能帮我找到那伙山匪的老巢。不行，绝对不行，绝不能让他把恨儿带走。你想找我？你长高了，你也老了。好，很好。看来这4年你没有白过。我这次来，确实是为了找你，不是为了剿匪，而是为了给你一个选择。什么选择？是继续在这深山里当一头困住的狼，一辈子籍籍无名，老死山林，还是跟我走，回到你该去的地方，拿回你该拿的东西，去为你谢家满门讨还一个公道。这个来自山外的人要来抢走我的儿子了，他要把我好不容易从地狱里拉扯大的孩子重新推回到那个吃人的血腥的修罗城里去。不，我们不走，这里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哪儿也不去。苏婉，你护得了他一时，护不了他一世。你以为你们躲在这里就真的安全了吗？当年一手策划侯府惨案的奸臣，如今已是权倾朝野的柳丞相，他的势力早已渗透朝堂内外，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寻找侯府余孽。你觉得他找到你们还需要多久？跟我走，才是你们唯一的活路。京中并非所有人都遗忘了忠良，还有人在暗中等待着一个时机，等待着一个能让他们重新燃起希望的火种。而他就是那个火种，他是忠永侯府唯一的血脉，他是谢家的希望。阿娘，我没有忘，我身上的每一道伤疤，脑子里的每一个噩梦，都在提醒我，我不能忘。这12年，我活着的每一天，都不是为我自己活的，我是为我爹，为我娘，为整个谢家那枉死的300多口人活的。是啊，我怎么能要求他放下？我怎么能自私的把他永远锁在这片深山里？他不是我一个人的儿子，他是谢家的最后一滴血，背负着我永远无法想象的沉重。阿娘，你说过，狼崽总要回到狼群里去。我在这里学了12年的本事，不是为了在山里当一辈子猎人，而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回到真正的丛林里。对不起，阿娘，让你担心了。但这条路，我必须走。我跟你走，但不是现在。哦，我要带我阿娘一起走，而且我要和这个寨子好好告个别。这里是我的第2个家，他们是我的亲人。好，我给你3天时间，3天后日出之时，我在这寨门口等你。再也留不住他了。我的鸟儿长大了，羽翼丰满了，他向往的是那片布满雷霆和风暴的天空。我能做的只有放手。这包是解毒的，山里的毒瘴、蛇虫叮咬都能用。这包是疗伤的，负伤健伤，上止血最快。这包是提神的，熬个3天3夜不睡觉也能撑住。还有这些无色无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还有这些。阿婉，这是我们寨子的圣物古王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打开它。记住，京城的人心比这10万大山的蛇蝎要毒上1万倍。苗婆婆，此生大恩，永世不忘。
胖哥，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我们。就是，常回来看看。我记着。恒儿，我们走吧。我不能回头，我怕一回头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就再也迈不开脚步。我的恒儿要去打仗了，而我就是他身边最忠诚的那个亲兵。这条路，我陪他一起走。歌声像一根看不见的线子，一头线着远行者的心。柳丞相的眼线遍布天下，官道上每隔10里就有他的人盘查。来时是仓皇逃亡，去时是主动奔赴，前路杀机四伏。没有绝对把握之前，我们必须像幽灵一样，无声无息地回到京城。这是文官集团，柳丞相一手把持了吏部和礼部，3年一次的科举，选上来的人10有7、8都是他的门生。这边是军方，五军都督府里也有他的人，但边军还在老将军们手里，这是我们唯一的根基。柳丞相既然把持了文官，为什么不直接把手伸进兵部，反而绕这么大弯子？是因为皇上在盯着。少主，你天生就该是下棋的人。什么人？拿出录音！官爷饶命！我们是逃荒的，赶路赶累了，在这儿歇会儿。官爷辛苦了，喝口水暖暖身子吧。这荒郊野岭的，雨又大。行了，赶紧走，别在这儿待着。苏姑娘，你和你儿子真是一对奇人。侯爷和夫人在天有灵，看到少主这么出色，也该感到欣慰了。我做这一切不为别的，只为我的恨儿能在这条血路上走得更稳一些。已经12年了，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到这个地方。恒儿，我们回来了。爹，娘，谢家的列祖列宗，我回来了。属下，前中用侯府长史许清乃参见少主。许先生，快行起！如今早已没有什么少主了。有，只要我许清然还活着一天，您就永远是谢家的少主。您长得太像侯爷了，太像了。12年了，我们终于等到您了。末将终于等到少主回京了。谢家血脉未绝，天不亡忠勇侯府。刘相如交情权势更盛，但并非铁板一块。联军旧部还认侯爷的恩义，这就是我们手里最大的底气。从这一刻起，我的恒儿不再只属于我了，他属于谢家，属于那些将希望寄托于他的人，也属于那场迟到了12年的复仇。少主不能再用谢环这个名字，太扎眼了。你需要一个新身份，属下早已安排好一切。您将以属下远方侄儿的身份落户京城，改名许墨。许墨，墨是黑色的。也好，我就从这最深的黑暗里，为我谢家杀出一条血路。好，有侯爷当年的风范。明年开春，朝廷举行武举，以少主的身手和兵法毛利，考取武状元绝非难事。一旦您进入军中，进入皇上的视野，我们这盘隐忍了12年的棋，才算真正活了过来。火种已经找到了，接下来只等一场东风，将这星星之火燃成一场足以把整个天都烧透的燎原大火。属于谢魂的复仇之路，从今夜起正式拉开了序幕。你说咱们将军真是奇人，3年前武举夺魁，满京城翻遍了氏族谱，都查不出他半分根蒂，活脱脱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少年英雄。谁说不是？
平西境乱党，定扁江蛮夷，3年打了7场硬仗，回回大捷，圣上赏了又赏，从一介武状元直升正3品昭武将军，如今可是圣驾前最红的人。还有后院那位苏娘子，可你见哪家姑母能独占一整个后院药瓶？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见了人也只淡淡点头，府里上下谁都不敢怠慢。快闭嘴，小心被管事听见罚俸！赶紧把贺礼送库房去。这7叶一砖花能解臃肿蛇毒，旁边的藤乌图却只需半分便能封喉。一瓢草药，半是救人，半是藏风，跟人是一个道理。阿娘，北疆的残部都清完了，军中点完交接，我就快马赶回来了。没提前递消息，没扰着阿娘打理药草吧？3日赶了1000里路，连铠甲都不卸，就往我这儿跑。先去沐浴，换身干净衣裳，再睡上一觉。有什么话，不能等歇好了再说。不见阿娘一面，歇也歇不踏实，也就站在这药圃里，闻着这些药草香，才觉得这一路的光剑影都远了。回来了，先喝了吧。这次去了多久？3个月，北疆的事平了。又受伤了？小伤，不碍事。苏姑娘，少主他还有救吗？太医都说有救。把所有人都叫出去，守好门，任何人不许进来。苗婆婆，对不起了，只要能救他，什么代价我都认。阿娘，对不起。恒儿，答应阿娘，一定要活着，活着，看到最后。臣许墨有本要奏。许爱卿，今日是朕的寿宴，有何事明日再议。此事等不到明日。臣弹劾当朝丞相柳氏，结党营私，私通外敌，意图谋反。许墨，你血口喷人！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竟敢污蔑当朝丞相，该当何罪？是与不是，陛下圣裁。臣复议，臣复议，臣等复议，请陛下明察。污蔑朝臣，这是诬告忠良。臣并非许墨，乃是17年前被奸人所害的忠永侯府嫡子谢恒。今日臣浴血而来，不为封赏，不为高官，只为我谢家满门300余口讨还一个公道。不可能，他们明明都死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故忠永侯谢渊遭奸人构陷，蒙冤17载，今查明真相，为其平反赵雪，恢复爵位。侯爷，你看到了吗？谢家的冤屈终于昭雪了。结党营私，纵陷忠良，罪证确凿。奉陛下旨意，抄家革职，打入天牢，等候发落。不可能，不可协和，怎么可能还活着？
这些都与我无关，我只是那个只想守着孩子平安一生的苏婉。阿娘，那夜的火烧尽了我的家，可你又给了我一个家。这侯府的荣光，有一半是你的。恒儿，都过去了。是，都过去了。17年前，那场禁火烧掉了所有繁华和罪孽。17年后，我从那片灰烬里亲手养大的孩子，终于用自己的力量燃起了一场新的、属于希望和公道的烈火。而我将永远守在这团火焰的身边，做他一辈子的阿娘。